8000万！我爸头七还没过，我妈就把家产全给了我哥。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随手扔给我的这张过期欠条，竟价值8000万！本台消息：全国首富陆振东先生正在寻找20年前持其亲笔欠条的恩人。盼盼，家里这3套拆迁房我都过户给你哥了。据悉，该欠条为20年前陆先生经商失败时所立。凭什么？爸在世的时候明明说好我们兄妹1人1套，剩下1套给你养老，怎么现在全成了我哥的？这1000块欠条是你爸留给你的嫁妆，你爸走了，这个家还得靠你哥撑着。你迟早是要嫁出去的，妈这也是为你着想。张盼盼，爸妈养了你20几年，你居然还惦记房子？房子就算都给了你哥，你们也是亲兄妹，还是一家人。就是啊，盼盼，你不是还有张欠条吗？说不定欠债的是电视上这个首富，正等你去领8000万呢。妈，你真的要偏心到这个地步吗？盼盼，听话，你哥飞黄腾达了才是你的靠山，妈还能害你？我们这可都是为了你好，房子要是给了你，不还是便宜外人？你得懂感恩，给外人不如给亲哥。哥以后飞黄腾达了，保证给你找个好人家。你也有脸提感恩？爸疼得整夜嚎叫的时候，你在哪儿？爸咽气前想再看你一眼都没能如愿。够了，你哥是长子，家产本来就是他的。不答应，那你爸留给你的欠条也别想要了。盼，是爸爸没用，拖累了你。你妈和你哥嫌我病重，2个月就来过1次。爸，别说了，求求您，别离开我好不好？好不好？盼乖，要是哪天在那个家实在过不下去，就去找欠条上的陆大哥，他重情义，一定会帮。好，我可以放弃爸爸所有的遗产，只要这张欠条。妈就知道你最懂事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从此以后，我们恩断义绝。既然3套拆迁房都给了我哥，那以后妈的养老也就由我哥全权负责，我1分钱都不会出。你在胡说什么呢？你居然为了3套房子，就连妈的养育之恩都忘了？就是，太没良心了。你从小最听话，怎么书读多了，心反而变野了？早知当初就不该供你上大学。妈，我从小的懂事听话，只是为了让你多爱我一点。可是无论我多么乖巧，你的眼里永远只有哥哥。盼盼乖，你学会了做家务，将来去了婆家，才不会让人戳脊梁骨，说咱家教不好。来，多吃点，长身体呢。盼盼，你懂事一点，一家人有什么好计较的？这些年来，我还不够懂事吗？妈，我今天拿了1等奖，晚上能不能多给我加1块肉？你哥今天刚参加完学校的短跑比赛，累得路都走不动了，那肉要留给你哥补身体。你一向听话，这次你就让你哥吧。我让的还不够多吗？连我兼职买的新手机，你都强行夺走给我哥，让我用我爸淘汰的烂手机。你哥以后要娶媳妇儿养家，压力多大呀？你每个月工资好歹有4000，分担一点怎么了？多让人寒心啊！行了行了，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以后妈的养老我一个人全包了，用不着他这个外人插手。你说什么呢？他1个月就拿4000工资，能养谁的老？本来也没指望他能有什么用，现在也算认清他了。哼！行，既然你自己翅膀硬了想飞，那就现在就收拾东西出去。没想到我住了20多年的家，在爸爸去世后，我竟然连多待1秒的资格都没有。好，今天出了这个门，以后你们就算跪着求我，也别想再让我踏进张家一步。爸，您放心，您留给我的东西，我一样都不会丢。这张欠条，我会好好收着。这房间采光不错，等你滚了，正好改成我的私人健身房。健什么房？以后有了孩子需要房间，这儿得改成月嫂房，请个金牌月嫂专门伺候我儿子，懂不懂规划？老公，快看，他箱子里藏了红布包。盼盼啊，妈心里其实是疼你的，你在外面要是没钱花，尽管跟妈开口。那把哥的3套房分我1套落脚，成吗？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你一个女孩子要什么房？非要跟自家人争？爸在世时说这里永远是我的家，原来在您眼里，我在这住了20年，只是借住。什么借住？供你吃穿20年，你还不知足？妈，您别被他骗了，我刚才看见他箱子里藏了红布包，爸在世时最偏心他，绝对给他留了金条。什么？盼盼，你爸真给你留了金条？没有，没有就打开箱子让我们检查，想断绝关系是吧？张家的1分1毫你都休想带走。
人赃并获！妈，快看，他果然是个小偷！真晦气，全是些垃圾。金条呢？妈，他们说我是小偷，连你也不信我吗？盼盼，你也别怪你嫂子多心。既然你执意要断绝关系，那张家的一针一线，你确实不该带走。这些全是我表姐不要的旧衣服，我工作后没花过家里1分钱，我拿自己的衣服凭什么算偷？这不是我让张强扔掉的海底捞赠品吗？怎么在你这儿偷我东西还有理了？妈，你当年亲口跟我说，这是你特意给我买的18岁生日礼物，这难道是嫂子扔掉的垃圾？这玩意儿挺好看的，我拿去送我女朋友。哥，那是爸送我的。盼盼，这是妈特意给你挑的生日礼物，拿着它跟你哥换。这是妈妈10几年来第一次送我生日礼物。既然是你们不要的垃圾，那我还给你们，但是把爸爸留给我的吊坠还给我。哼，一个破木头疙瘩，也就你当个宝，还给你。衣服就算是旧的，那也是张家的，一件别想带走。你给我净身出户！好，我只带走这张欠条和这个吊坠，其他的我一样都不要。盼盼，外面雪下的这么大，你连件像样的厚衣服都没有，出去非得冻坏不可。妈，你也知道我连件厚衣服也没有。妈，这毛衣颜色太土了，我不穿。妈，我不嫌土，我不怕冷，能给我穿吗？给你，这是我给你哥织的。你一个女孩子家，皮实的很，动一动怎么了？别整天跟你哥抢东西，自私自利。我以为是我不够听话，后来才明白，不被爱的孩子连呼吸都是错的。盼盼，听妈的话，跟你哥和嫂子低个头认个错，今晚就在客厅挤一碗，别闹脾气了。妈，您就是太心软了，人家刚才不是挺有骨气的，说要跟我们断绝关系吗？除非他重新认错，我还能让他住一晚。我在这儿住了20多年，你有什么资格叫我认错？张盼盼，蓉蓉是这个家未来的女主人，她怎么没资格？我每个月工资4000块，3700打回家里，自己只留300块。现在我连在自己家里住一晚都要来求你们。你吃家里的住家里的，交点家用不是应该的吗？那为什么同样是住在家里，哥哥1分钱都不用交，连他买房买车的首付都是用我的工资凑出来的？凭什么？你哥以后是要娶媳妇养家糊口的，能跟你一样吗？你以后迟早要嫁人，现在多帮衬帮衬你哥，怎么了？帮衬？我工作5年，转回家里23万8，哥买房买车的首付都是我的血汗钱，这钱你们还不还？还钱？你做梦！刚刚是谁说要断亲的？既然要断，那就是外人，老子凭什么给外人钱？1分都没有，赶紧滚！好，这笔钱就当是我还了张家的生养之恩。从今往后，我们彻底两清。你傻啊！要是现在跟他两清了，以后他嫁人的彩礼钱我们找谁要去？妈养他这么大，不能白养啊！对，想断亲可以，但不能白断。你手里不是拿着那1000块钱的欠条吗？就当是抵了你的彩礼，把这1000块钱的现金补给我们。1000块钱转过去了，从此我们两清。行，赶紧滚！以后饿死在外面，也别求老子赏你一口饭吃。盼盼，你非要让妈寒心吗？跟你哥嫂低个头认个错，怎么了？你一个女孩子要什么房子？以后还不是要嫁人？妈，我哥还有3套房，而我只有1张过期的1000元欠条。您真的把我当过女儿吗？你也别怪妈偏心，实在是你哥压力大，妈不得不帮衬着他点儿。这3个头生养之恩，我还给您。从此以后，我无家、无母、无亲人。哎，你看了吗？全国首富陆振东在全网寻人呢。听说只要有当年他亲笔签名的欠条，就能换8000万现金和集团股份。这要是谁手里有那张欠条，可真是山鸡变凤凰，一辈子不用愁了吧？这世界这么大，我该去哪里找这个叫陆霸天的人啊？不过说真的，这首富以前的名字也太土了，谁能想到他20年前居然叫陆霸天啊？陆霸天是全国首富陆振东。盼盼，当你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爸爸已经不在了。你从小就懂事，不争不抢，每次有好东西，你总是让给你哥，哪怕自己想要也不敢说，生怕被你妈拒绝。爸爸想给你攒点嫁妆，去金铺给你买了一套金饰，可刚出门就被你哥抢走了。
爸爸手里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张欠条。我没有告诉他们，欠条的主人就是现在的首富陆振东。我怕我走后你会被他们生吞活剥。如果你被逼到绝路，就拿着它去找陆振东，他一定会替爸爸护你周全。盼盼，从今往后，你不用再做那个懂事的乖女儿，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更不用去求谁来爱你。你要连同爸爸的那一份，加倍爱自己。爸，您放心，从今天起，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踩在我头上。我要让欺负我的人付出千百倍的代价。你好，我找陆振东先生，我手里有他20年前留下的欠条，我是他恩人的女儿。我操！这不是电视上那个首富陆振东吗？他怎么来这儿了？孩子，终于找到你了。你爸把你托付给我了，是我来晚了，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孩子，跟伯伯回家，以后没人敢欺负你。陆伯伯，谢谢您，但我不想再寄人篱下了。您能借我点启动资金吗？我想自己租个房子，重新开始。借？傻孩子，当年要不是你爸拼了命救我，哪有今天的陆振东？这是你爸当年应得的。来人，开箱！天哪，这得值多少钱啊？不，我不能要这么多。嫌重，老陈，直接给盼盼转8000万。陆董，8000万已到账。盼盼小姐，请您确认。爸，谢谢你。陆伯伯，这太多了。傻孩子，跟我还客气。明天我派人接你签集团股份协议，今天你先安顿。老陈，派车送盼盼去振东地产。我儿子清源在那儿，看中哪套房子，直接让他给你过户。辛苦了，我自己进去就好，您先回吧。你好，我来看房。穿成这样也敢进来，怕不是走错地方了吧？我们这最便宜的洋房也要300-400万，他买得起一个厕所吗？别理他，一会儿自己就灰溜溜走了。这种来这儿不就是想蹭暖气吗？女士，您先喝杯热水吧。谢谢。天哪，小陆总今天怎么亲自来了？要是能跟他说上一句话，我这辈子值了。小陆总居然给他下跪系鞋带，我没看错吧？盼盼，冻坏了吧？爸交代了，这里的房子你随便挑，看中哪套直接过户。不用麻烦，随便有一套能住的就行。那就把1号华苑的楼王过户给你。1号华苑楼王，那可是独栋别墅，价值5000万，有钱都买不到的楼王啊！他到底是谁啊？小陆总，我这就去拿楼王的钥匙和产权合同，这太贵重了。爸说了，你值得最好的，走，我带你去看新家。几个小时前，我被赶出家门，身无分文。现在，我不仅有了1000万豪宅，还有了8000万存款和振东集团的股份。爸，您留给我的过期欠条，比他们抢走的一切都要珍贵万倍。小强，要不还是给盼盼打个电话？妈，您就放100个心吧。张盼盼都这么大人了，还能冻死自己不成？她一个女孩子，大半夜在外晃悠，要是去了哪个男人家里过夜，传出去名声烂了，以后还怎么嫁人要彩礼？咱这些年不是白养了？妈，别管他了，是他自己要断的，我张强不求人。就是，等他在外面冻透了、饿扁了，自然会跪着爬回来求您。到时候彩礼咱们直接要50万，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对，等我拿着这笔彩礼混进富豪圈，再给他找个有钱的二婚老板嫁了，到时候咱们天天躺着数钱。你们说的对，这丫头就是日子过得太顺，不知道天高地厚，让她冻一夜，吃点苦头，才知道这个家是谁说了算。这2个月，我学了车，考了驾照，买了一辆50万的代步车。你学车干嘛？家里又不会给你买车，你自己那点死工资买得起轮胎吗？现在我自由了，世界这么大，哪里都可以是我的家。喂，盼盼啊，这2个月在外面混得怎么样？是不是快饿死了？有事。明天妈生日，你赶紧回来，去菜市场买菜做饭。大姑和伯伯他们都来，你多做几个硬菜，别给我们丢脸。张强，2个月前你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断绝关系了，别再打电话恶心我。张盼盼，妈养了你20几年，明天她过生日，你连面都不露，你还有没有良心？良心！大雪天让我滚蛋，现在又想让我回去当免费佣人，有话直说，别在这装孝子。行，老子不跟你废话。你之前不是一直闹着要拿回你工作5年转给家里的23.8万吗？你会好心还我钱，你又在憋什么坏水？哥现在抱上了大腿，做大项目发财了。
只要你明天乖乖来吃饭，这23.8万我当场转给你。张强，你的鬼话我一个字都不信。信不信随你。不过，爸生前留下的日记和信件都在我的手里，你明天要是不来，我就一把火把遗物全烧了。张强，你敢动我爸的遗物一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怎么样，他上钩了吗？拿捏他还不容易，一听到老头子的遗物，他急得像要杀人。明天他爬也得爬过来。不过把他骗回来有什么用？他现在一穷二白的，能帮我拉拢那些富二代？你蠢啊！让盼盼去谈合作，王总看在他的面子上，能给我们公司投200万。200万？你说的对，王总可是有钱人。张盼盼跟了他，下半辈子也算吃香喝辣。他还得感谢我这个当哥的。就是我妈那关怎么过？妈高兴还来不及呢，咱们可是为张盼盼好。你们俩嘀嘀咕咕说什么呢？妈，我是说明天您生日，我订了饭店请您吃大餐。盼盼也说想您了，明天特意来给您祝寿。哼，他还记得我这个妈，2个月前非要跟我们断绝关系。不过他在外头无依无靠的，这2个月也不知道饿死没有。妈，盼盼毕竟是您的骨肉，他在外面吃了苦，肯定知道还是您最疼他。明天他来了，您就给他个台阶下。你说的对，但如果他还像之前那样叛逆，句句戳人心窝，可别怪我不认他这个女儿。不会的，盼盼最懂事了。爸的日记和信件还在张强手里，今天无论如何，我必须把爸的遗物拿回来。妈，生日快乐！你还记得我这个妈？2个月了，连个电话都不打，我还以为你死在外头了。这表50万，50万？妈，你还真信啊？他张盼盼要是能买得起50万的表，我把这桌子给吃了。这绝对是地摊上50块钱买的 A 货。盼盼，我以为你出去2个月能吃一堑长一智，没想到你现在不仅虚荣，还学会用假发票来骗妈充面子了。就是啊，妈，这恐怕连500块都不值吧？带出去都嫌丢人。都是一家人，你装什么大款？真有孝心。既然你们觉得是假货，那我就收回了。这蛋糕是我特意去排队买的。行了，拿回去吧，我们早就切完蛋糕吃过了。你迟到这么久，谁有闲心等你？连亲妈的生日都能迟到，分明就没把妈放在心上。哼，妈，别理他。看，这是我和阿强专门给您挑的古董翡翠玉镯，这才是真孝敬。哎，还是小强和蓉蓉懂事，事事都往我心坎里送。盼盼啊，你但凡有你哥1半的用心，妈也不至于这么气你。哼，拼多多20块钱包邮的玻璃渣，也就你们能当成古董玉石。张盼盼，你买不起好东西就算了，少在这血口喷人，你就是嫉妒我们孝顺。好了好了，盼盼，哥知道你没工作心里憋屈，哥不跟你计较。这样，哥给你介绍个高薪工作怎么样？你哥不计前嫌拉拢你，你还不快谢谢你哥？2天后有个高端酒会，你穿漂亮点，跟我去见大老板王总，当高薪秘书，以后少奋斗20年。王总，那个出了名的好色秃顶老男人，原来你们是想把我卖了换钱？你会有这么好心？以前我当清洁工，你嫌我丢人，装作不认识，现在却好心介绍我去当秘书。我那时候不是怕你尴尬吗？哎呀，盼盼，你哥那是保护你，以王总的实力，你伺候好了零花钱都随随便便顶你干1年。哼，这么好赚的钱，你怎么不去？张盼盼，你把嘴放干净点儿！怎么，被我戳中痛处了？想把我推进火坑，圆你们的发财命？想都别想！盼盼，你这孩子怎么不识好歹？你哥还不是为你好，怕你以后过得为了我好。你们要是真有一丁点在乎我，会不知道我对海鲜严重过敏，吃这一桌子菜是要我的命。23.8万当场转给我，还有爸的日记本和信也还给我。急什么？等你陪王总喝完酒，我自然给你。所以你根本就是在骗我。一家人吃饭，你这是干什么？想算计我，做你们的梦去了。我不是好拿捏的。
那可是200万啊！妈，都怪我，光想着让您吃点好的，忘了盼盼海鲜过敏了，我这就去给他道歉，把他劝回来。唉，儿子，还是你懂事，快去吧。张盼盼，先生，请出示业主卡，非业主不得入内。凭什么拦我？刚才进去那个女的，你们怎么不拦？张女士是我们1号华苑的业主。业主？她这可是全市最贵的顶级别墅区，她一个穷光蛋怎么可能买得起这里的房子？张盼盼藏得够深啊，住这么贵的别墅，说是哪个男人？赶紧把他介绍给我，带哥发财。这别墅是我自己全款买的，滚开，好狗不挡道。你买的？你一个穷打工的买得起1000万别墅？少装清高了！今天不把那男人的联系方式交出来，你别想走。保安，这里有个无赖骚扰业主，把他轰走。请立刻离开，否则我们报警了。张盼盼，你给我等着！小陆总好。盼盼，恭喜入职，这是送你的入职礼物，下班去提车。陆总，这太贵重了。振东集团未来的首席运营官，值这个价。走，带你熟一下办公室。好啊，靠着攀上富二代进了这么大的公司，就想把我们一家都踹开。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妈，张盼盼现在发达了，进了振东集团，还攀上富二代。他不认我这个亲哥就算了，还让保安打我。你快让他给我在振东集团安排个副总经理当当。喂，盼盼啊，听说你去振东集团上班了，工作忙不忙啊？在外面要多注意身体，别累着。有话直说，别兜圈子。盼盼啊，你哥最近天天应酬喝酒，都快喝到胃出血了。妈看着实在心疼，你在大公司上班，可得多帮衬帮衬你亲哥啊。帮衬？你想让我怎么帮他？让你哥也进大公司历练历练。行啊，让他来投简历，我们这儿正好缺个看大门的保安。保安？你哥是当老板的料，怎么能干粗活？怎么也得给他安排个副总当当吧。副总，让他在梦里当去吧。哟，张盼盼，你这种一个月挣4、5千的穷鬼，怎么混进振东集团的？巡逻保安，你可得把他盯紧了，他手脚不干净，要是刮坏了旁边的豪车，他下辈子都赔不起。让开！你干什么？手拿开！这车要是刮了碰了，你赔得起吗？让开！凭什么？你也配命令我？你告诉他，我凭什么？这位女士，张小姐是这辆玛莎拉蒂的车主。什么？他的车？这怎么可能？张盼盼，你居然真的开上百万豪车了！说，是不是爸死的时候偏心，偷偷把家产都留给你了？有事说，没事滚。你的东西就是我的，我现在正缺一辆好车充门面，这车你现在就过户给我。哼，给你，凭什么？凭我是你哥。你一个丫头片子，要这么好的车干什么？反正你也不懂车，别浪费了。再不让开，我撵过去。你敢？老子借你个胆子！妈呀！张盼盼，你居然开车把你哥的腿撞断了！今天不赔100万，你休想走！我撞断他的腿，张强，你碰瓷的演技还能再烂一点吗？你少狡辩！你现在开着100万豪车，指头缝里漏点就够你哥花了，帮一下能少块肉啊？分了3套拆迁房的富豪，跟一个被你们净身出户的穷光蛋较惨。你们的脸皮是防弹衣做的吗？妈，您看他这态度，当了几天秘书就嫌弃我们穷，连亲哥的死活都不管了。盼盼，你哥公司急需用钱，你就当可怜可怜你哥。可怜他？他断腿是活该。睁大眼睛看清楚，他是自己碰瓷摔进臭水沟的。再不滚，我立刻报警，告你们敲诈勒索。这个逆女反了他了！妈，我这都是为了这个家呀！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稳赚不赔的金融项目，只要投钱进去，下个月就能翻倍赚1000万。能赚1000万？是啊，妈，阿强也是想带着盼盼一起发财，我们连拆迁房都抵押了，就差最后100万启动资金了。本想找他借点儿，谁知道他这么狠心。他不给，妈给，妈从棺材本里掏。阿强，这可是妈最后的100万棺材本了，连老房子都抵押出去了，这项目真的稳赚不赔。妈，您就放100个心吧。内部消息，下个月这100万就能变成1000万，
到时候咱们也去1号花园买别墅，天天开派对，气死张盼盼。就是啊，妈，到时候咱们就是千万富翁了，看张盼盼还怎么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强哥，你那500万已经投进来了，不过项目启动资金还差一半，总共要1000万才行。我看你妹妹那辆车就值不少钱，让她也入个股呗。到时候项目成功了，咱们就能带着妹妹一起发财了。哼，一起发财，她也配？她能赚钱也是我的功劳，她的钱本来就该是我的。陆伯伯，感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这是一点心意。你这孩子太客气了，在公司好好干，以后振东集团就靠你们年轻人了。好啊，张盼盼，我还以为你多贞洁呢，原来是个靠关系上位的货色，一边勾引小陆总，一边伺候老家伙。这照片要是发出去，我看你那个富二代男朋友还要不要你？张盼盼，抓到你的狐狸尾巴了吧？堂堂振东集团高管，居然是靠陪老头子睡出来的，识相的拿500万封口费，否则我让这照片今晚火遍全网。张强，你脑子进水了就去治，别在这乱咬人。少装蒜！你那个富二代男朋友要是看到又怎么样？小陆总，你别被他骗了，他勾引老男人。老男人？那是我爸，我是他独子，盼盼是我爸认的干女儿，也是我正在追求的未婚妻。你想曝光我们一家人吃家常饭？干女儿？保安，把这个敲诈勒索的垃圾扔出去！放开我！我是他亲哥。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既然要谢我，那这周末可以赏光，真的陪我吃顿家常饭吗？强强啊，你不是说稳赚不赔吗？妈的，棺材本啊全没了！500万啊！要是还不上，剩下的2套房也要被法院收走了。外面那些魏哥会杀了我们的！够了！都怪张盼盼，要不是他见死不救，我能落到这一步。还有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儿，为了躲我，电话换了，微信拉黑了。张强，期限到了，没钱还，今天就卸你一条胳膊。魏哥，饶命啊！再宽限几天，我一定还。拿什么还？你那辆破房子抵利息都不够。魏哥别动手，我有钱。我妹妹是振东集团的首席运营哥，她住顶叠别墅，开100万豪车，我这就去找她要，多少钱她都能还上。行，那就再给你点时间，否则……谢谢魏哥，我一定能还上。盼盼，你哥心思单纯，被人骗了，你能不能把那辆豪车卖了，先帮你哥把那500万还了？不卖车也行，你让你那有钱的未婚夫直接打200万过来，妈求你了，剩下的债我们卖老房子还。妈，每次你找我都是让我给张强收拾烂摊子，你有真正关心过我一句吗？况且我们早就断绝关系了。你这叫什么话？我一把屎一把尿养你20几年，你现在发达了就这么报答我？就是一点孝心都没有。盼盼，哥这次真要被逼死了，家里连房子和车子都要卖了，你当妹妹的就不能搭把手吗？你们卖房卖车关我屁事，是我让你去搞非法投资的，是你自己贪心不足，识人不清。盼盼，以前是妈偏心，妈给你赔礼道歉行不行？你就救你哥这一次吧。分3套拆迁房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想到我？现在要还500万的债了，想起我是张家人了。张盼盼，你见死不救，你不得好死！非业主请立刻离开，再闹事我们报警了。攀上高枝就以为自己是凤凰了，急着跟我们撇清关系。妈，你这女儿真是白养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既然他不仁，也别怪我不义了。大家快瞧瞧啊，这就是你们集团新来的女高管张盼盼，表面装的清高，私底下就是个勾引老男人的狐狸精。我们张家砸锅卖铁供他上大学，他倒好，刚毕业就去爬老头子的床，这照片上就是证据，真不要脸！啊！天哪，这男的不是咱们集团的陆董吗？难怪他一进公司就当首席运营官，原来是走了董事长的后门，真恶心。张强，当初你和妈逼我放弃爸爸的遗产，独吞3套房，大雪天把我赶出家门，连件外套都不给。现在你又来造黄谣，想彻底毁了我。天哪，大雪天把亲妹妹赶出门，这也太畜生了吧！但凡你对我有一丝兄妹之情，也使不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是自己占了3套房，还好意思来闹？大家别被他骗了，你们看看我的腿。就是
张盼盼开着那个老男人送的100万豪车，生生从他亲哥腿上撵过去。爸死得早，妈现在被逼得露宿家门，我求他救救妈，他不仅1分钱不给，还开车撞我。他有钱了，连亲妈都不认，连亲哥都撞，这也太狠毒了吧！有钱了连亲妈都不要，这种人怎么配当高管？张帆帆，你为了名利主动靠关系上位，你还要不要脸？这是首富陆振东的车。靠关系上位，我请自己救命恩人的女儿，我们振东集团持股10%的第2速董者吃饭，需要向你这个废物汇报吗？第2大股东，那身家岂不是过亿？这姑娘到底什么来头？第2大股东，救命恩人，难道是爸的那张欠条？把这里清理干净，尤其是这2个人。以后不许他们靠近振东集团半步。是。盼盼，我是你嫂子呀，你快帮我们求求情啊！妹妹，我是你亲哥呀，你不能见死不救啊！盼盼，这些年你在张家受苦了。陆伯伯，没事，我都习惯了。只要你点头，凭张强今天做的事，我能告到他倾家荡产。算了，看在我爸的面子上，没必要做绝。况且多给他一个眼神，都是浪费我自己的时间。你这孩子跟你爸一样重情重义。陆董，这招强自私贪婪，张总却正直善良，这兄妹俩的性情真不像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当年老张救我的时候，好像真的提过。立刻去查张盼盼的真实身世。是。大哥，求求你们留条活路吧！这是我们最后一套房了，收走了，我们全家只能睡大街呀！睡大街关我屁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给你们1个星期，见不到钱，直接收房拍卖。走！真够狠的。阿强，你骂你爸干什么？我骂他偏心。他当年救了全国首富陆振东，这么大的秘密，居然只告诉了张盼盼。什么？首富？妈！张盼盼现在住别墅，开豪车，全靠陆家报恩。咱们也是爸的后代，您还是他的遗孀，陆家就该把咱们供起来。不管我们，那就是忘恩负义。要不，咱把这房子卖了还完债，回老家种地，也能过日子。回老家？妈，你疯了吧？好不容易混进大城市，你让我们回去当泥腿子？凭什么张盼盼吃香喝辣，我得回老家种地？我也是张路正的儿子，我这就去找陆振东要个说法。不能去，阿强，你不能去啊！别挡我的财路！你流血了，这慌什么？这伤受的刚刚好。张盼盼不是最孝顺吗？亲妈住院，我不信她不来。陆总，上个季度的运营汇报就是这些，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条理清晰，数据扎实。盼盼，你比我想象中聪明得多，看来我很快就没什么能教你的了。是您和陆伯伯愿意教我，我底子薄，得加倍努力。我们只是给了你一个平台，能做出这个成绩，靠的是你自己的能力。城北文旅项目集团准备启动了，这次你来当负责人，带团队。这个项目体量这么大，我怕。不用怕，你缺的只是独当一面的机会，敢接吗？好，我接。工作是做不完的，先吃点东西。清源哥，你怎么还没走？某人加班这么拼，我这个当老板的总得做好后勤保障。清源哥，城北这个项目关于当地商户的动迁补偿，我总觉得方案还不够完善。民宿文旅重在留人，别用硬邦邦的拆迁思维，可以考虑入股分红模式，把商户变成合伙人。对啊，我怎么没想到？不过这要是搞砸了，损失可不是小数目。想去医院看看他吗？不去。当初他们抢走我爸留给我的房子，大雪天把我赶出来，我凭什么去看他？姐，这钱你先拿着垫医药费。你啊，就是典型的嘴硬心软。我只是不想欠他们的，就算是捡来的狗，养久了也有感情。小时候我高烧不退，王丽也曾整夜没合眼守着我。这5万块就当是我还他的养育之恩，以后互不相欠。盼盼，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和他们真的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呢？什么意思？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天底下没有哪个亲生母亲会偏心到想要逼死自己的女儿。没有血缘关系，这件事我会帮你查清楚。我爸当年救了陆振东，那是拿命换的交情。结果呢，老头子把好处全留给了张盼盼。
现在亲妈住不起院，张盼盼连面都不露。张强，你还要不要脸？你少管闲事！当初谁也不知道大姨夫救了首富，是你们两口子逼着盼盼净身出户，3套房子全落你名下，你现在有脸说盼盼？他现在有钱，出点日药费怎么了？你们吵吵什么呢？妈，你醒了！张盼盼根本不管你死活，等我把他不孝的丑事曝光到网上，看他还怎么做人！够了！盼盼从来没有对不起我们，是我们对不起他。妈，你刚才抽什么风？你是张盼盼亲妈，跟他要钱天经地义。阿强，我不是他亲妈。你胡说什么呢？盼盼是你爸和前妻生的，你也不是你爸亲生的，是我跟前夫生的。什么？没血缘关系？那我们还怎么找陆家要钱？没血缘又怎样？养恩比天大，我们养了他20年，他就得管我们。阿强，算妈求你别折腾了，咱把房子卖了还债，以后跟他断了，各过各的吧。断了？他现在身家几个亿，让我跟他断，你脑子进水了吧？我警告你，别挡我的财路，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妈。大姨，你就由着张强这么败坏盼盼的名声，都是你养大的，你怎么偏心偏到没边了？盼盼到底是女孩子，迟早要嫁人，是外家的人。哼，女孩子怎么了？现在守在你病床前的是我，也是个女孩子。你那个宝贝儿子呢？除了把你当要钱的工具，他管过你死活吗？我去给你把医药费交了。别，哪能花你的钱？你留着自己用，等会儿阿强会来交的。大姨，你别装了，你对我都比对盼盼好，你真以为张强会给你交钱？这5万块是盼盼转给我的，他早就猜到你住院，张强不会掏1分钱，特地嘱咐我来帮你办手续。盼盼，是盼盼交的。那个新来的张总监年纪轻轻，要经验没经验，凭什么骑在我们头上？还不是靠着恩人女儿的名头进来的。听说他亲哥是个躲债的无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有什么真本事？收拾东西，去人事部办离职。陆总，我们就是随口开个玩笑，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张总，对不起，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们一次吧。开除。今天我放过你们，明天底下的人就会觉得我好欺负，这队伍就没法带了。杀鸡儆猴，你们不冤。我还以为你会心软留下他们。以前的我会，现在的我不会了。在张家当了20几年软柿子，我早就明白一个道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该死的，居然真敢把我拉黑！先生，你谁啊？天盛集团赵斌，请问您是张盼盼的亲哥哥？是又怎么样？我这里有一笔价值500万的合作，想跟张先生聊聊，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张先生，想必你也知道，我们天盛集团和振东集团一直是竞争对手。天盛集团我知道，所以呢？最近振东集团拿下了城北那块地的文旅开发项目，负责人正是您的妹妹。我们集团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所以希望张先生能帮我们一个小忙。事成之后，这张支票就是您的。我们需要您做的就是想办法进入振东集团，给您妹妹的项目使点绊子。500万，这笔钱足够我还清所有债，还能和蓉蓉过上挥金如土的好日子，没问题。500万，阿强，我们发财了。不过得先拿到定金，只要有了钱，债能还清，还能换大房子。对，只要定金一到手，我们立刻买票去南方，换个地方过好日子。那妈呢？她还在医院躺着。她天天病恹恹的，咱们拿了钱先走，以后再回来接她。哼。行，听你的。妈，给张盼盼打电话。打给他干什么？就说你病危，快死了，让他立刻滚到医院来。我不打，盼盼已经帮我付了医药费，你别再折腾他了。妈，我才是你亲儿子，你现在帮着那个外人，打不打？我不打，阿强，你收手吧，再作下去要坐牢的。废物！那是我留着买药的钱，还给我！买药？不打电话，医药费你也别想要了。
考出城北项目的核心标的，动作要快。放心，为了那500万，这事儿我一定办妥。站住！外卖放外卖柜，送高层需要工牌，你哪个部门的？送加急文件的，通融一下。没工牌一律不准进，出去。表姐，张强，你在这儿干什么？姐，我真知道错了，妈被我气住院，我这几天吃不下睡不着，我想跟盼盼当面忏悔，求她原谅，可保安不让我进去，求你带我进去吧。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行了，跟我进来吧。盼盼，我给你熬了鸡汤。姐，你怎么来了？天盛集团这手段还真是够脏的。狗改不了吃屎，天盛想找个没脑子又贪财的内鬼，找张强还真是找对人了。接下来怎么做？他既然想要，就送他一份特制的礼物。这次我要让他们一起翻不了身。张总，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天盛的方案，无论是规划还是预算，似乎都比贵司更胜一筹。这个项目，我们就笑纳了。万董，高兴得太早容易摔跟头。天盛方案里最核心的开发地块，早在半个月前就被划为国家级湿地保护区，谁碰谁破产还得坐牢。万董，你们连这个都没查清楚就敢照抄？不可能，这标的明明是从我们公司偷来的，对吗？500万，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放开我！你们干什么？张强，你涉嫌盗取商业机密，跟我们走一趟。盼盼，我是你亲哥呀，你不能送我去坐牢，妈还在医院躺着，你不能这么绝情。从你为了钱当内鬼，想毁掉我的那一刻起，你就该想到这个下场。带走。妈，你可算出来了。探监见到阿强没有？他在里面怎么说？见到了，阿强在里面受了一大圈，能不受罪吗？阿强说他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全是你这个当妈的害的。他真是这么说的，我可是他亲妈呀。可不是嘛，阿强从小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把他惯坏了。妈，你去求求盼盼，让他撤诉吧。可是盼盼把我的联系方式全拉黑了，妈连他的面都见不到啊。妈，你看这是什么？我趁债主占领老房子前，把房产证偷出来了。这房子都被债主锁了，这证还有什么用？这怎么没用？这可是爸留下的房子，你拿着这个去找张盼盼，只要他肯原谅阿强，撤销起诉，你就把这套老房子给他。盼盼会买吗？他最在乎爸了，你跟他说不买，这房子就得被债主收走，爸的灵位都没地方放，他一定会买的。可是妈，阿强的命可都在你手里了。盼盼，妈求求你，你买下这套房子好不好？你买下来，让我和阿强继续在里面住。只要你放过你哥，撤销起诉，以后我们还是一家人。你拿着房产证来找我，我还以为你是终于后悔了，想把房子还给我。盼盼，妈这也是没办法。在你的眼里，我依然只是一个可以被榨干价值，用来给你宝贝儿子铺路的工具。张盼盼，你怎么能这么冷血？我是你妈。这房子，你们爱卖给谁卖给谁。至于我爸的灵位，我今天就会去接走。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辈子都偏心你哥，为什么不疼你吗？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我亲生的。你说什么？你以为你真是张路正的种，我就得像亲妈一样对你吗？我告诉你，张盼盼，你根本就不是我生的。你说什么？我说你根本不是我的女儿，你是张路正那个死鬼跟他前妻生的私生女。那我哥张强呢？阿强是我跟前夫生的亲骨肉，他跟张路正那个死鬼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哈哈哈，可笑吧？张路正辛苦苦赚一辈子钱养的是我前夫的儿子，而你这流着他骨血的亲闺女，在我们家当了几十年的丫鬟。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他可以毫无顾忌的践踏我，怪不得他看我的眼神永远只有厌恶和算计。原来这20多年的养育之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谎言和阴谋。谢谢你。你说什么？我说谢谢你亲口告诉我真相。这20多年，我一直以为是我做的不够好，才得不到妈妈的爱。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我不好，而是你们不配。盼盼，你愿意买房了，你愿意救你哥了。这房产证，我1分钱都不会买。盼盼，你不能走，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个当妈的，行不行？可怜你，王丽，这20多年，你可曾可怜过我一次？我会去老房子接回我爸的灵座。从今往后，你和你儿子的事跟我张盼盼没有半毛钱关系。阿强，
我的阿强，是我害了你呀，是我把盼盼推走了，是我活该呀！爸，对不起，我到现在才知道真相，原来我不是他的女儿，原来您这些年为了护着我，过得这么苦。喝口水吧。在我面前，你不用清源哥，我以为我至少还有个家，哪怕那个家里都是争吵，可现在我连最后的来处都没有了。张叔叔虽然走了，但你还有我们，往后只要你愿意，陆家随时都是你的退路。你不是一个人，去查清楚当年张路正和王丽结婚的全部细节，还有动用资源，帮盼盼留意一下他亲生母亲的线索。是陆总，那张强和王丽那边，我们还需要留情面吗？张强涉嫌商业间谍和盗窃，让法务部走最严格的法律程序，不需要任何和解的余地。至于王丽，派人盯着，别让他再用所谓的养育之恩去打扰盼盼。明白，我这就去安排。张总监真是年轻有为啊！这次的项目规划真让我们大开眼界。您过奖了，都是团队的功劳。清源哥哥，雨欣，你什么时候回国的？今天刚下飞机，就直奔你的庆功宴了。陆伯伯，您看清源哥哥一见面就对我这么冷淡。雨欣啊，回来就好。你爸爸在国外身体还好吧？托您的福，我爸好着呢。这次我回国就是想帮清源哥哥一起打理集团的业务。这位就是张盼盼小姐吧？陆伯伯经常在电话里提起你，说你特别能干。你好，我是盛雨欣。你好，盛小姐。张盼盼，这就是你做的预算方案。城北项目这么大的投资，你居然在文化保护上做这么高的预算？振东集团是慈善机构吗？副总，城北项目主打的是文旅融合，文化传承是核心卖点。如果削减这部分预算，项目会失去特色，政策扶持也会受影响。张盼盼，别拿政策来压我，在商言商，我才是副总裁。这个方案重做。陆伯伯，晚上我亲手做了您最爱吃的佛跳墙，一会儿给您送过去。对，盼盼也在我办公室呢，她工作很努力，就是经验还欠缺了点，我会好好带她的。听到了吗？在这个圈子里，不是光靠恩情就能站稳脚跟的，有些人注定和我们不是一路人。雨欣，你父亲托我照顾你，我自然会给你安排职位，但有些话我得说在前面。陆伯伯，您说，我听着呢。振东集团不是你们小孩子玩过家的地方，我不管你和清源以前有什么情分，现在是工作，公私要分明。陆伯伯，您放心，我是来认真做事的。还有一件事，盼盼是我认定的儿媳妇，也是振东集团的股东之一，我不希望有人对她动什么不该动的心思。陆伯伯，您说笑了，我跟盼盼姐关系好着呢，我还约她参加茶会呢，是她自己没空。那就好，清源和盼盼的事，我希望你心里有数。陆伯伯，我明白了，那我先回去了。认定的儿媳妇，我盛雨欣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盛小姐，您找我。钱荣，张强进去了，你一个人在外面，日子不好过吧？盛小姐，您到底想说什么？帮我做件事，事成之后，这张支票就是你的。这500万！张盼盼最近在盯城北项目工地，她每周都要去视察，我要她彻底消失。你让我杀人？怎么，你不敢？你害得张强坐牢的仇不想报了？你被赶进家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的账不想算了？我干，但是得给我时间，我得找人。1周之内，钱荣，别让我失望。小李，5万块定金，你先拿着。嫂子，你说的那事儿，弄不好要出人命的。你怕什么？就松几颗螺丝，钢筋掉下来砸到谁算谁倒霉。事成之后你再拿5万，总共10万，够你回老家盖3套房了。行，但说好了，万一出事，我可不会承认是你让我干的。放心，出不了事儿。等你消息。阿强，你等着。
等我拿钱救你出来，咱们换个地方重新过日子。这排立柱的间距和图纸不对，马上整改。是，张总您放心，今天就改。盼盼，等等，上面那根管子不对，小心！清源哥，清源哥，来人啊！快叫救护车！清源哥，你醒醒，你别吓我！盼盼，清源怎么样了？陆伯伯，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清源哥是为了救我才……好孩子，不怪你，清源做得对，他是男人，保护你是应该的，他一定会没事的。请问是张盼盼女士和陆董事长吗？我是。警察同志，事故原因查明了吗？关于今天工地的事故，经过现场勘查，发现脚手架的扣有人为破坏的痕迹。通过排查监控和询问工人，我们已经抓获了故意破坏安全设施的安全员李某。人为破坏是谁指使他的？我们和他无冤无仇。李某交代了，是一个叫钱蓉的女人给了他10万块钱现金，让他制造这场意外，目标就是张盼盼女士你。我们目前已经立案，正在全力缉捕钱蓉。钱蓉，你们真是死性不改！你们干什么？抢劫啊！救命啊！打人了！钱蓉，你涉嫌故意伤害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请跟我们走一趟。盼盼，我是你未来嫂子呀，你放过我吧！我一时糊涂，不是我要害你的，真的不是我。不是你，10万块钱买我一条命，嫂子，你可真大方啊！是盛雨欣，是那个盛大小姐，是她找到我，给了我钱和计划，让我这么干的。她说只要你消失了，陆清源就是她的，我们也能拿到大笔的钱。你去抓她啊！盛雨欣，你觉得你现在空口白牙有证据吗？我有转账记录。盛雨欣给你的是海外账户的匿名支票，取款也是不注明的，他早就做好了退路。而你这笔账，法律只会他算在你头上。警察同志，带走吧。我怎么会这样？他骗我，他骗我！清源哥，你醒了，你终于醒了！你别动，医生，快来啊！盼盼，别哭，我没事，别担心。你这个傻瓜，为什么要替我挡？那可是钢管啊！你要是出了什么事，你要我怎么活？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因为，在我心里，你的安危比我的命更重要。盼盼，在失去你的危险面前，我没有退路，我不能没有你。张盼盼，你抢了我的清源哥哥，既然你们不给我留活路，那大家都别想好过。我要让整个振东集团为我的痛苦陪葬。身份验证成功，欢迎盛副总裁。陆振东、陆清源，这是你们逼我的。有了这个芯片机密，天盛集团就能彻底击垮振东。我要让你们跪下来求我。昨晚凌晨2点。有人用副总裁账号登录研发部核心数据库，拷走了振东1代芯片的全部设计图纸和核心算法。盛雨欣终于动手了。他和万天盛最近接触频繁，应该是想把机密卖给天盛，换股份和庇护。他以为我们毫无防备。既然他想卖，我们就顺水推舟送他一份大礼，来个请君入瓮。听你的，这一次彻底清理门户，把天盛这个毒瘤也顺手拔掉。这里面是振东集团研发5年的芯片核心技术，天盛抢先发布，振东资金链就会断裂。股票崩盘指日可待。盛小姐果然够狠，答应你的5%股份一丝不少，合作愉快。别动，所有人双手抱头。你怎么会知道这里？不可能！从你用副总裁账号登录那一刻起，系统就自动报警并定位了你的手机。误会，
这 U 盘里的东西我还没看，我什么都不知道。看了也无妨。盛雨欣偷走的是我和清源特意准备的假数据。清源哥哥，你骗我，你为了他设局害我，我爱了你这么多年。盛雨欣，陆家给过你无数次机会，是你自己贪心不足走上绝路。盛雨欣女士，万天盛先生，你们涉嫌非法获取交易商业秘密罪，放开我！跟我们走一趟。盛家大小姐，清源哥哥，你不能这么对我！张盼盼，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盼盼，一切都结束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能伤害我们。我们回家。张盼盼，我不会放过你的。张小姐，经过瑞士银行的最终确认，您的 DNA 样本与苏婉晴女士的生物信息完全匹配，唯从法律上讲，您是她唯一的合法继承人。苏婉晴，我的亲生母亲。盼盼，别怕。王律师，请您继续。苏婉晴女士生前设立了一项不可撤销的信托基金，总价值约4.7亿，在唯一继承人被确认后，该基金将自动解锁。此外，她名下所有设计作品的版权和收益都将由您继承。4.7亿，几个月前我还是为了3套拆迁房就被扫地出门的可怜虫，现在却成了身价数亿的继承人，这世事真是讽刺。这不是运气，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是你应得的。本市最新消息，已故天才设计师苏婉晴失散多年的女儿张盼盼被找到，张盼盼已通过 DNA 验证，合法继承其母留下的数亿信托资产。这位新晋继承人张盼盼小姐可以说是一夜之间从一个普通女孩跃升为江城最受瞩目的亿万新贵。全世界都在为我的幸运惊叹，可如果可以选，我宁愿不要这些钱，只想要一个从未体验过的母爱。妈妈，谢谢您留给我这一切，它们不仅是财富，更是我对抗不公的底气。王兄，母亲的死另有隐情。妈妈，这就是您留给我的遗产吗？今天又在花园见了那个叫陆正的年轻人，他看我的眼神像看一朵需要阳光的花，他夸我的新设计图，说蝴蝶像要飞起来一样。婉晴，他们都说你抄袭，我不信，我亲眼看着你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别怕，就算全世界背叛你，我也会站在你这边。真没想到，苏婉晴的天才之名居然是抄来的。苏小姐，别听他们的，您的设计是最好的。我们终于逃离了那个牢笼，日子虽苦，有陆正在身边，我从没这么安心过。宝宝就要出生了，陆正说，若是女孩就叫盼盼，盼她一生平安喜乐。陆正，我撑不下去了，答应我，好好带大盼盼，告诉她，妈妈爱她。原来是这样，爸，您是为了保护我才娶了王丽，给了我一个名义上的家，您一个人背负了这个秘密20多年。爸妈，我明白了，我不会再让你们的爱与才华蒙尘，属于你们的公道，我一定亲手替你们拿回来。这里就是母亲从小长大的地方。苏家是江城最早的实业家族之一，这处庄园传了3代，也是他伤心逃离的牢笼。别紧张，我陪着你。今天你是来拿回本就属于你的一切。20多年了，我从来没想过我还有外婆。他一直在找你。王律师说，苏老太太这些年派了10几拨人，国内国外都翻遍了。他只知道苏婉晴生了个女儿，但不知道孩子在谁手里。盼盼小姐，老太太天没亮就醒了，换了3身衣服，一直在等您。她知道我今天来。老太太等了您20多年，每一天都在盼。婉晴，我的婉晴，像，太像了，连嘴角那颗痣的位置都一样。孩子，我是你外婆呀。外婆，是外婆对不起你妈妈，是苏家对不起她。当年是我太固执，是我逼走了她。我以为她过得好，我没想她走得那么早。我妈她走之前有没有提过我？提了。他托人带了一封信回来，说生了个女儿叫盼盼，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找了你20多年，可你爸把消息藏得太紧了。他恨苏家，他不肯让我靠近你。我爸不是恨你们，他是怕我被苏家抢走，怕我在豪门里受委屈，怕你们也像王丽一样嫌弃我是个女孩。孩子，苏家对不起你们母女，
但从今天起，谁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我第一个不答应。从今天起，张盼盼就是我苏家名正言顺的嫡系继承人，她将拥有和苏家子孙同等的股份继承权。谁有意见，现在就可以走人。爸，凭什么？一个在垃圾堆里长大的野丫头，一天苏家都没待过，凭什么跟我们平起平坐？老太太老糊涂了，可苏家的股份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的。别急，10岁栽的树，现在都这么高了，可他走的时候才多大？20岁、21岁，这棵树比他活得久。树是他留给这个家的念想，他走了，树还在。走吧，老太太说要给你办欢迎宴，还等着定日子。3天后吧，早点办完，早点去忙正事。还不睡？你过来看，这个走线方式是不是很特别？像是把羽毛纹理织进了面料里。赵曼获奖作品的裙摆褶皱，跟我妈手稿上的一模一样。我妈手稿右下角有她的隐形签名，时间差是20多年前。赵曼获奖比这张手稿晚了整整11个月。赵曼抄了你母亲的。我妈当年被逐出苏家，对外说是抄袭丑闻，真相是她被人抄了作品，反被倒打一耙。今天在杂志上看到了赵曼的获奖作品，那是我花了3个月的设计，每一根线的走向我都记得。她把我对羽毛的理解一字不差地搬上了领奖台，可我说什么都不会有人信。苏家已经把我除名了。你想怎么做？我要把极光之羽做出来，用我妈的原稿，她选定的面料，她一笔一画的设计，让所有人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原创者。好，面料、人手、资源，我来解决。万一做不出来呢？你妈当年被全世界误会，她没有翻盘的机会，你替她翻这个盘，就算输了，也比什么都不太强。况且，我认识的张盼盼从来不是会输的人。妈，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天才并非浪得虚名。爸，你听见老太太今天说的了吧？嫡系继承人跟我们平起平坐，她一个外姓人凭什么？哼，老太太说她是继承人，她就是。苏氏的股份在董事会手里，董事会听谁的，爸心里有数。那你还等什么？3天后就是欢迎宴，到时候全江城的头面人物都来，老太太万一当着所有人的面再宣布一遍，那就板上钉钉了。所以她这个欢迎宴不能办得太顺利。爸，你有主意了？你那些名媛圈子里的朋友，该用的时候就该用上。一个从小在贫民窟长大的野丫头，突然闯进上流社会的宴会，你觉得她会不出丑吗？我懂了，只要她当着全江城名流的面丢到家，老太太就算再偏心，也没法把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硬扶上去。去吧，安排的自然一点，别让人看出来是我们动的手脚。爸，你放心，对付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土豆子，我都不用亲自出手。就是那个，看着倒是挺漂亮，就是这身礼服中规中矩，像借来的，连个像样的首饰都没有，脖子上空荡荡的。待会儿敬酒看我眼色，让他当众下不来台，别太过分，让奶奶脸上挂不住就行。各位来宾，今天我苏家有一件大喜事，我失散20多年的外孙女张盼盼终于回家了。盼盼跟大家说2句。盼盼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不习惯吧？刚才我用法语打招呼，他一个字都说不出。听说从小地方长大，没见过这种场面也正常。穿高定要搭珠宝，不然空落落的。待会儿切蛋糕不会说话就说句谢谢就行。谢谢关心。奶奶说今晚是家宴，不用太隆重。怎么，几位姐姐觉得奶奶眼光不对？奶奶当然是好心，既然知道是好心，你们站这么久不累吗？该干嘛干嘛去。张盼盼，你别得意，你管好自己那张嘴就行。我陆清源的未婚妻，未来震动集团的主母，需要懂你们口中那些虚伪的社交礼节吗？他们为难你了？没有，只是教我怎么当名媛，我学不会。学不会就不学，你不需要变成他们那样的人，你只要做自己就很好。张盼盼，你得意什么？你以为认了老太太，苏家就是你的了？我从来没说苏家是我的，但你和你爸这么紧张，倒让我觉得这里头确实有点什么。爸说的对，得赶紧让他在苏家待不下去。爸，老太太把张盼盼护得跟眼珠子似的，再这么下去，董事会那帮老头子迟早全倒向他那边。急什么？我能不急吗？
苏家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美琪，一个人能不能在苏家立住脚，老太太说了不算，董事会说了也不算，得看他自己站不站得稳。那怎么办？他最怕什么，我们就往哪儿戳。他不是要找回亲生母亲吗？那就让他竹篮打水一场空。爸，你都安排好了？你就是张盼盼的哥哥张强。没错，他在张家长大，软肋脾气，怕什么我全知道。苏先生，你想要对付张盼盼，我就是你最好的刀。你想要什么？我要把张盼盼踩进泥里。你恨张盼盼？恨。我需要你以他亲哥的身份办一件事，事成之后我给你一笔钱，够你离开江城重新过日子。什么事？假的？真的那份我会让人处理掉。你只管拿着这份东西去找媒体，实名举报张盼盼伪造身份，骗取苏家财产。你是他哥，你说的话比外人编10000句都贵。万一被揭穿呢？揭穿了你是主犯，我只是个被蒙蔽的亲戚。但你放心，不会揭穿。那家医院的退休护士我已经买通了，他的证词跟这份文件对得上。张盼盼，这回我定要你身败名裂。张盼盼根本不是苏婉晴的亲生女儿，苏婉晴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她是个骗子。我们张家养了她20多年，她反过来把我送进监狱。张先生，您确定手里这份文件是真的吗？白纸黑字，医院的公章，我要是造假，天打雷劈！哇塞，今天大反转！亲哥实名举报，这瓜躺真吧？谁知道呢？豪门的事儿，真真假假，谁说得清？目前苏氏集团尚未就此事做出任何官方回应，但张强提供的文件已经在网上引发巨大争议。请问张盼盼女士今天会来公司吗？苏老太太对此事怎么看？不知道，别问了，让一让。底下有人说张盼盼是骗子，有人说张强是为了钱造谣，两边吵了3000多楼了。管他真的假的，反正这热度苏家是跑不掉了。爸，张强那边闹起来了，热搜都上了，老太太那边什么反应？他还没说话，但董事会那帮老头子已经坐不住了。那下一步呢？等老太太松口，让张盼盼做鉴定？你觉得老太太会松口吗？她肯定护着那丫头，所以不能等老太太松口。明天一早，我直接召集董事会，当着一屋子董事的面提鉴定的事，老太太一个人压不住。爸，你有把握？张强那边咬死了是亲哥举报，媒体已经铺开了，董事会要的是程序正义。老太太再护短，也不能当着所有人面拒绝做鉴定。只要拖上几个月，苏氏的话事权就到我手里了。张盼盼那个乡巴佬认了亲又怎么样？还不是被爸你捏在手心里。你说的对。他手里那份文件是假的，对吧？已经查过了，当年那家医院的退休护士姓刘，1周前账户里多了20万，汇款方是个空壳公司，追查下去跟苏建国的人有来往。所以那份所谓的死胎记录是苏建国做的。他买通了那个护士，让他做伪证。张强只是个抛头露面的棋子。那真的记录呢？给陈医生打过电话了，他说当年的接生记录原件一直由他本人保管，没有交给过医院档案室。苏建国处理掉的那份多半只是医院留存的副本。陈医生愿意作证吗？他说你母亲当年生产时大出血，是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嗓门比我还大。明天董事会，苏建国肯定会拿这件事发难。你怕吗？不怕。他以为捏住了我的命门，可他不知道，我妈当年留了一条后路给所有人，偏偏没留给想害她的人。爸，还不睡？睡不着。明天的事儿您不是都安排好了吗？张胖胖今天一整天没露面，记者堵在苏氏楼下，他连个声明都没发。估计吓傻了。不对，陆清源那边也没动静，太安静了。您担心他手里有东西？张盼盼一个贫民窟爬上来的野丫头不难对付，难对付的是他身边的陆清源。就算他真能翻盘，董事会也有一半是我们的人，一个外人没那么容易拿走您的东西。没错，苏家是属于我的东西。老太太，张强实名举报的事，想必你也听说了。二叔，用不着做鉴定，你想看的证据我已经带来了。当年给我母亲接生的陈医生，昨天主动找到了我。
这是他保存了20多年的原始接生记录，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苏婉群顺产女婴健康。苏建国，你还有什么话说？有这份原件，那外面的谣言自然不攻自破。我也是为了苏家的声誉着想，老太太别动气。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我清楚得很。二叔，你买通那个姓刘的护士花了20万，对吧？盼盼，这话可不能乱说。乱说！那个护士昨天下午去派出所自首了，他交代了是谁联系他，给了多少钱，让他做什么证。派出所的笔录我已经让人传真过来了。一个退休护士的话能说明什么？汇款记录呢？那笔钱的源头追查下去是从苏氏集团一个项目账上走的。二叔，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苏氏的钱会流到一个退休护士的账户里？我承认，那个护士的20万确实是从苏氏的项目账上走的，但这笔钱是我个人借给他的。他家里有困难，找我帮忙。我看他给苏家服务了大半辈子，于心不忍。于心不忍？你什么时候对一个退休护士这么上心了？盼盼，你是年轻人，不知道老员工的情分。他当年接生过你母亲，也算跟苏家有缘。他开口借钱，我难道要看着不管？至于他后来去派出所说了什么，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一个做晚辈的，总不能连人家家里揭不开锅都要去查吧？老太太，我承认这件事上我确实不够谨慎。张强那边一闹，我第一反应是担心苏家的名声，所以催着做鉴定，没多想中间是不是有误。但如果因为这个就说我买通护士做伪证，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我苏建国在苏家几10年，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苏家的事儿？建国，你在苏家这些年，我知道你劳心劳力，但盼盼是婉莹的女儿，是苏家的血脉，这一点谁都不能动。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追究了，但你要记住，下不为例。今天的事到此为止。外面那些谣言，苏氏法务部出一个声明，谁再传假消息，直接起诉。老太太，身份的事澄清了，还有另一件事，让一个毫无商业经验的人直接持股，股价变动谁来负责？让一个毫无商业经验的人直接持股，股价变动谁来负责？二叔，你口口声声说他毫无商业经验，可振东集团城北文旅项目从拿地到落地，全程是盼盼主导的。这个项目给振东带来了多少收益？在座的各位应该有人听说过。城北那个项目确实做得漂亮，城北项目是他做的，我信。但那是在振东，有陆家兜底。苏氏涉及的产业跨度完全不同。一个文旅项目做得好，不代表能管好苏氏。二叔说的对，一个项目说明不了什么。我母亲苏婉晴20年前因为被人抄袭，被迫离开苏家，身败名裂。可她的设计到现在还有人记得。那件极光之羽，当年的设计手稿至今被人私藏，国际设计协会至今没有撤销赵曼的奖项。如果我能在下个月的苏氏100年庆功宴上复原这件遗作，让全世界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原创者，这个影响力够不够堵住董事会的嘴？苏氏最近5年在时尚产业的投资回报率逐年下滑，董事会年年为这件事头疼。如果盼盼能借着100年宴的机会，用他母亲的原作为苏氏证明，重新打开国际市场，这不比3个月坐办公室看届表更有价值？盼盼，你有把握？外婆，我母亲的手稿原件在我手上，如果做不出来，我自愿放弃所有股份继承权，一分不留，净身出户。一件礼服就想赢国际声誉？当年赵曼靠抄袭我母亲的作品拿了国际金奖，我拿原作打他的脸，这件事的影响力有多大，你比我清楚。万一做不出来呢？我刚才说了，放弃所有股份继承权，一分不留，净身出户。光做出一件礼服不够，赵曼本人承认抄袭，国际协会发声明才算翻案。那就再加一条，赵曼不认，国际协会不发声，也算我输。二叔，赌注对等，盼盼输了放弃股份，他赢了呢？赢了自然按老太太说的办。再加一条，盼盼赢了，二叔在副总裁位置上做了7年，也该让让了。成交。100年宴，我等你的好消息。我会替你找好专业的服装界团队，和你一起完成苏阿姨的作品。赵曼那边不用担心，我去查，你专心做礼服。我赌的是我妈的才华，我不会输。我知道。张盼盼竟然敢在董事会上立下军令状，她真的以为自己能复原那件20年前的礼服？不行，我绝不能让她成功。美琪，这么急着找我，出什么事了？赵阿姨，出大事了！苏婉晴那个女儿张盼盼，她回来了。你说什么？她女儿？没错，而且她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苏婉晴的遗稿，要在下个月苏氏的100年庆功宴上复原那件极光之羽，说是要为他妈翻案。该死的苏婉晴，死了还要给我找麻烦，她的女儿也想翻天。赵阿姨，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一旦让她翻案成功，您当年的事就会被揭穿，您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而我
也会被他彻底踩在脚下。您一定要帮我！慌什么？他想翻案也得有那个本事。去，给我查清楚张盼盼现在在哪里制作那件礼服，他身边都有什么人，用的是什么面料。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美琪，你放心，当年的苏婉晴，论家世，论才华，哪样不在我之上？可他最后还不是斗不过我，落得个身败名裂、客死异乡的下场。他的女儿同样不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大事，只需要让那件礼服不能在宴会上顺利展出。只要他拿不出作品，他就是全江城最大的笑话。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赵阿姨说的对，那就让他连站在台上的资格都没有。苏建国那个老狐狸，记者会开完他人影都没了，说好的钱呢？现在连电话都不接。阿强，收手吧。盼盼他真是你爸亲生吧？妈当年亲眼看过那封信，现在盼盼已经是苏家的人了，咱们高攀不起，你别再招惹他了。高攀不起？哼，张盼盼凭什么一步登天？要不是爸偏心把欠条给了他，现在住别墅开豪车当大小姐的人就该是我。那欠条是你爸拿命换来的，跟盼盼没关系。阿强，你听妈一句劝，别再去惹他们了，咱们回老家，爸把老房子卖了，够咱俩过日子。过日子？我蹲了几个月大牢，出来住这种猪圈一样的地方，你让我回去种地？我告诉你，我得不到的东西，张蹦也别想舒舒服服的攥在手里。谁？我是苏美琪。苏家的人，你们欠我的钱什么时候打给我？你们要是不给我钱，我就曝光你们。张先生，你先别急，我这里有一更好的买卖，事成之后，我就让你进苏氏集团当总裁，把张盼盼彻底踩在脚下。好，你记者会那一招没用了，但还有机会。张盼盼在做一件礼服，想靠他翻盘。你想让我毁了他？聪明，我要让他在宴会上拿不出东西。面料、设计稿、半成品，随便你弄掉哪一样。我能得到什么？事成之后，钱我照付，而且我还帮你安排离开江城的车和假身份。你不想再被你那个妈拖累了吧？张小姐，你母亲这件极光之羽的设计堪称天才之作，但实话实说，按照手稿标注的面料要求，核心部分用天蚕云纱20年前就停产了。那家法国工坊倒闭后，工艺已经失传。没有替代品吗？这种纱要用法国南部一种特殊蚕种的丝，经纹胶之后，再经过3道特殊工艺处理。我入行40多年，只在年轻时见过一次。替代品做不出那种流光效果，礼服就没了灵魂。我找遍了国内所有供应商，确实没人能做。法国那边的纺织业协会呢？有没有可能还有人保留着存货？私人收藏家手里或许有，但这种东西现在属于绝版古董，一般人不愿意卖。把你认识的人都问一遍，有消息立刻通知我。老板，这种纱你见过吗？没见过，这种工艺早失传了。您这手稿怕不是20年前的？别急，还有几个地方没去。全国都快跑遍了。你说我妈当年是怎么找到这种面料的？张阿姨当年有苏家的人脉和资源，现在我们一样有。找到了。什么？法国分公司那边查到，里昂一家私人收藏馆的库房里压着一批天蚕云纱，是20年前那家倒闭工坊的最后一批存货，被收藏家买走，一直没开封。能买到吗？已经买下来了，连天空运，明天早上到。你怎么总能做到？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你想做，我就帮你做成。那明天面料到了，你陪我一起做。我可不会缝衣服，你帮我打下手就行，递剪刀、固定布面，这些总能做吧？好，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它，跟手稿上画的一模一样。开始吧。你比我爸还细心，他以前帮我递东西总是拿错。那当然，我可是振东集团的总裁，要犯低级错误早破产了。行行行，陆总最厉害。终于完成了，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看，你妈看到一定会骄傲的。谢谢你，清源，没有你这礼服做不出来。明天就是百年宴了，回去睡一觉，养足精神。我来锁门。你说的对，明天还有硬仗要打。
你是工作室的清洁工，门禁卡你有。进去之后，把这瓶东西倒在礼服正面，倒完立刻走，别开灯。这要是被发现了，你儿子上大学的钱我替你出了，你要是不干，我可管不了。你儿子在学校出什么事儿？不可能，为什么会这样？我昨晚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我妈的心血我熬了那么多天。别慌，我立刻调监控。还有不到12个。你看着我，你妈妈当年被全世界污蔑抄袭都没放弃，你也不能。就算只剩1天，你也要想清楚，你现在的样子对得起你妈留下来的手稿吗？阿强，是不是你干的？你毁了盼盼的礼服。你跟踪我！我是你妈，我不能看着你一步把自己送进监狱。监狱，我早就进去过了。我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也尝尝一无所有的感味。妈求你，你收手吧，咱们回老家，妈把老房子卖了，咱们过日子。滚开！你要过你的穷日子，你自己过，别拖我后腿。我已经让安保封锁现场，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另外，监控被人删了，但技术部说云端有备份，正在恢复。恢复了又能怎样？礼服毁了。你刚才看那块焦黑的边缘，在想什么？什么？你盯着它看了快1分钟，你在想什么？告诉我。燃烧的羽毛，焦黑的边缘，像火里飞出来的东西。什么？凤凰涅槃。妈的手稿里有一版废稿，画的是浴火重生的凤凰。我一直觉得太浓烈没用上，可现在焦黑的边缘就是火啊！你能把它改出来？把焦黑的地方剪成羽毛燃烧的形状，边缘用金线收口，在空洞里补上碎钻和火焰纹的刺绣，涅槃重生，比原版还要震撼。你需要什么？金线碎钻，什么颜色？金线要最细的，0.3毫米的那种，碎钻要粉橙色，像火星飞溅的颜色。我现在就要。20分钟内送到。这个想法绝了，张小姐，您母亲的设计是仙气，您这是霸气。我妈给了我这件礼服，我得让她站上舞台才行。还有2个小时。这件礼服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有生命力的东西。还有半小时。好了。走吧，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奇迹。张胖胖呢？怎么到现在还没来？谁知道呢？说不定礼服没做出来，没脸见人了。当初在董事会上多威风啊，立什么军令状？现在人呢？那他不是要在全江城面前丢人了？苏家百年宴，他要是当缩头乌龟，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混？他敢在奶奶面前夸海口，就该想到今天。做不出来就放弃股份，他自己说的。我倒要看看他是跪着求奶奶宽限几天，还是干脆躲起来装死。听说他立了军令状，要是做不出礼服就净身出户。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20年前的遗作哪是那么好复原的？看来不用我们动手，他自己就输了。果然是小门小户出来，口气比本事大。赵老师说的对，他那点能耐哪能跟您比？天残云杀，20年前就绝版了，他从哪里弄来的？你们看胸口那边，焦黑的边缘镶了金线，像从火里飞出来的凤凰，这是把毁掉的布料救回来了，还是故意做成这样的？浴火重生，这不是复原，这是再创作，把伤口做成了亮点。这个人的胆子太大了。这礼服太美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美琪，你是说今晚他要当众出丑吗？现在全场的镜头都对着他，明天的头条全是他的。不可能，张强亲口跟我说的。他说酸水泼上去了，说那件礼服彻底废了。废物，那个废物居然骗我！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全江城的头面人物都在这里，你现在让我怎么收场？我怎么知道张强那个废物连这种事都做不好？
他说他亲眼看着酸水泼上去的。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赵曼那边呢？他的人有没有查到什么？赵阿姨也不知道，我们都被骗了。好一个苏婉晴的女儿！苏婉晴，你死了20多年，还要派个女儿回来收我的债！婉晴，你看到了吗？你女儿替你回来了。各位，今晚我不是来证明我自己的，我是来还我母亲一个清白。20年前，有人偷走了她的作品，让她身败名裂，被迫离开苏家。20年后，我带着她亲手画下的手稿，她亲手选定的面料，她当年没能完成的遗作，站在这里，替她把公道拿回来。你跟你妈一样的阴魂不散。张小姐，你母亲的事我很遗憾，但抄袭就是抄袭，业界早有定论。你今晚拿一件不知从哪儿拼凑出来的礼服就想翻案，未免太天真了。赵曼女士，既然你提到抄袭，那我们今晚就好好说说这件事。这是我母亲苏婉晴亲手绘制的手稿，时间差显示比赵曼女士你发表流光的时间早了整整11个月。你母亲当年在苏氏随时都能接触到我的设计稿，她抄了我的，还反咬一口。好，你说她抄你的，那我问你，这个位置你认识吗？我母亲习惯在每张设计图的右下角用特殊墨水留下隐形签名，这种墨水只在紫外线下显现，波长350纳米。赵曼女士，你当年发表的流光设计图里有没有为这个同样形状的标记？胡说八道，什么隐形签名，我从来没听说过。没听说过？那现在让你亲眼看看，我母亲的隐形署名在你发表的设计图上也有，一模一样的位置，一模一样的形状。赵曼，你连她的签名都抄进去了，你还有什么说？伪造，全是伪造的！现在技术这么发达，你随便做一张假手稿，再做个隐形签名，谁不会？那就请你拿出你的原稿来证明清白。你当年发表的作品总该有原始设计图吧？我丢了，早就丢失了，搬家的时候弄丢了。真巧，当年被你抄的人身败名裂，如今你靠抄袭拿了国际金奖，原稿就正好丢。张盼盼，一个20多岁的毛丫头，有什么资格污蔑我几10年的好言声誉？这位许师傅20年前为苏婉晴女士亲自制作礼服，他手里有些东西，或许能帮赵女士想起来。这是我当年的工作日记，每一页都记录着为苏小姐制作礼服的过程，从裁老到刺绣，整整3个月。许师傅，只要你签个字，说那件礼服是我设计的，我给你10万。你要是不签，你这辈子别想在这行干下去。假的，那录音是假的。假的？那你敢不敢现在就对着所有人说那件流光是你一笔画设计出来的？你敢说，我就认。赵曼女士，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和诽谤罪，请跟我们走一趟。你跟你妈一样。我妈被冤枉了一辈子，但她在天上看着我，我替她把公道拿回来了，这就够了。20多年了，婉晴的清白今天终于还了。疼吗？值了。你看着我干什么？赵曼被带走是她活该，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苏美琪，你指使张强去收买清洁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张强，什么清洁工，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就让大家看清楚。这是张强收买李婶的画面，接下来这段是苏美琪小姐的。聪明，我要让她在宴会上拿不出东西，面料、设计稿、半成品，随便你弄掉哪一样。假的，那录音是合成的，你们伪造的，那些视频也是假的。录音视频可以合成，那银行流水呢？不可能，你怎么会有？你以为删掉工作室本地监控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人在做，天在看。有你的快递，寄件人是王丽。王丽，盼盼，妈对不起你，但你哥也是受人蒙骗，误入歧途。
这些证据你早晚能查出来，只希望到时候你能手下留情，放过你哥。他倒是做了件人事。另外，技术部那边有消息了，工作室本地监控被删了，但云端自动备份没有被破坏，凌晨那段时间的画面完整保留了下来。清洁工李婶进门、泼酸水逃跑，全都有。苏美琪和张强见面的地方呢？有没有拍到的？巧了，苏美琪约张强见面的那家会所是镇东烟集团旗下的产业，大堂和走廊的监控数据是独立存储的，他不知道这件事。他以为天衣无缝，结果每一步都有人替他录下来了。还有一笔账，苏美琪转给张强的5万块钱是从他一个私人账户走的，银行那边的流水我已经让人调出来了，收款方就是张强名下的卡。苏美琪，你敢说这件事从头到尾跟你没有半点关系？爸，你说话！畜生！为了争家产，你连毁人作品、买凶作案这种事都干得出来！你姑姑20年前被人冤枉赶出家门，现在你还要毁了她的心血！苏美琪女士，爸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饶我这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指使我哥张强去收买清洁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饶了我？饶过我母亲的心血？盼盼，是苏家对不起你，你妈当年受的苦，今天又让你受了一遍。外婆，过去的事翻篇了，我妈的委屈，我今天当着全江城的面替她讨回来了。从今往后，苏家干干净净的。姐，盼盼，有件事我琢磨好几天了，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你说。王丽住院了，尿毒症，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晕过去的，邻居发现的，送去医院好几天了。我昨天去看了一眼，瘦得不成样子。我不是来劝你原谅他的，我就是想着你或许想知道这件事，万一他真有个3长2短。哪家医院？省人民医院肾内科，住院部7楼。知道了。表姐打来的。王丽住院了，尿多症。你打算怎么办？帮我约一下省人民医院肾内科最好的专家，匿名，用基金会名义。我这就安排。清源，我不是原谅他，我只是爸临终前叮嘱过，让我别恨他。我做不到不恨，但我也做不到看着他死。不用解释，你做什么我都支持。王阿姨，今天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姑娘，就是心里不踏实。这个病房这些药，我得花多少钱？我没什么钱啊。费用您不用担心，已经有人结清了。谁？爱心基金会，经纪人说是一位姓张的女士给您安排的。姓张的女士，难道是盼盼？专家约好了，明天下午的号，以基金会名义对接，医院那边不会提你的名字。好。你打算一直不露面？他当初大雪天把我赶出去的时候，从头到尾没出过门看我一眼。只是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我也释怀了。我给他安排医生、垫医药费，能做到这步已经够了。行，那就等你想好了再说。王女士，肾内科的刘主任明天会来给你做一个详细的会诊方案。你这病发现的不算晚，及时干预还是有希望的。医生，我这费用真的不用我操心。您放心，有基金会全额资助，治疗方案我们会选最好的。我能问一句，那个基金会的张女士，你们见过她吗？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不过经在人交代的很细，应该是费了不少心思的。爸，你什么时候救我出去？我在这里快疯了。美琪，你再忍忍，爸在外面想办法，不会让你在里面待太久。想什么办法？我现在变成这样，都是张盼盼害的。爸，我要他比我更惨，我要他也尝尝坐牢的滋味。你放心，爸不会让他好过，你等着，爸一定给你报仇。张盼盼，你夺了我女儿的前程，夺了我在苏家的一切，
我苏建国在商场上混了几十年，没吃过这么大的亏。这口气不出，我死不瞑目。苏建国，您怎么找到这儿的？混成这样了，蹲在工地门口吃盒饭，跟条流浪狗似的。拜你们父女俩所赐，当初说好了我办事你们兜底，结果呢？张盼盼不仅没被摁死，在苏氏集团风生水起，我反倒跟过街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只能在工地搬砖。你搞清楚是谁害你落到现在这步田地的？是张盼盼。要不是张盘盘断了你的路，你会沦落到工地上搬砖。都是张盼盼，他抢了爸的欠条，抢了我的家产，抢了我的一切。上次的事办砸了，我不追究。这次我亲自盯着你干，事成之后钱翻倍。你想让我干什么？事成之后，你拿着钱出国，换个身份重新开始。张盼盼这辈子都找不着你。干！但这次你要是再坑我，我拉着你一起死。放心。这次不会出岔子。苏氏下个月跟云创签约，国内排名前3的科技公司。你只要在网上放出消息，说苏氏核心数据泄露，云创紧急撤资，闹得越大越好。消息放出去容易，但万一被拆穿，拆穿了又怎样？消息一出来，股价先跌，董事会那帮老东西本来就对张盼盼不服，肯定借机发难。只要拖住他1个月，我就能重新在董事会站稳脚跟。到时候苏氏是谁的还不好说。干完这票我拿钱走人，这辈子不会江城。那说定了。我知道了，你最好别坑我，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行，这回不能再露馅了，我一定要摁死张盼盼。真的假的？有实锤吗？难怪最近苏氏股价一直在贴。坐等官方回应，这瓜太大了。新总裁上任才多久，就出这种事儿？关系户吧？帖子发了，但底下有人在挑刺，你盯着点儿，别让人带偏风向。张盼盼，我看你这次怎么收场。张总，昨晚网上突然爆出消息，说我们跟云创的项目数据泄露，云创已经撤资，热搜已经挂到前3了。云创那边联系了吗？联系了，对方说完全不知情，他们的法务已经在准备联合查清声明了。法务那边也发一份正式声明，措辞要硬，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另外，让技术部查首发体物的 IP 地址，今天之内我要结果。明白。网上的谣言都炸锅了，你看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以前遇到这种事你还会慌一阵，现在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了。被人坑多了，自然就风凉话了。成长的速度比我想中快太多了。城北项目那会儿，你还会紧张的半夜睡不着，现在这种事你眼睛都不眨就安排完。你这是在夸我？是在夸你，你做得很好。不过这件事背后肯定有人指使，光查 IP 不够。我知道，苏建国最近动静不小，你帮我盯下他那边。已经安排了，你只管处理眼前的事，剩下的交给我。这个截图太模糊了，能拿到项目文件的人只可能在苏氏内部。这次我要把后面的人一起揪出来。好，我等着看你怎么收拾他们。张总，首发帖子的 IP 锁定了，城西一家叫飞跃的网吧，这是当天晚上的监控画面。身形太像张强了，虽然遮了半张脸，但那个肩宽，那个走路姿势，我见过他几次，不会认错。他不是跑路了吗？可能又回来了，或者压根没走远。我让人去查他最近的落脚点。光查张强不够，他一个人干不成这种事。发帖的内容涉及到云创的具体项目名称，这种信息不是张强能拿到的。你是说苏建国？苏建国前几天刚去看了苏美琪，出来之后没多久，网上就爆了，把他的行踪查一遍，看他最近见了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二叔，你还要玩到什么时候？几张照片能说明什么？我见个人都不行了。上次的事你办砸了，这次我亲自盯着你干，我要张盼盼身败名裂。二叔，明天董事会，你自己跟董事们解释吧。这是苏建国先生与网络造谣者张强会面的完整监控记录和通话录音，以及张强发帖的 IP 追溯证明，证据链完整。请问苏先生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张盼盼，你一个外姓人，凭什么坐在这个位置上审我？你才进苏家几个月，你懂什么？二叔，坐下说话，证据都在这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够了，苏建国，你在苏家40年，从你爸手里接部门的时候我就说过，苏家的东西是大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这些年你明里暗里捞了多少，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念你是苏家旁系血脉，念你确实出过力，可你今天干的这叫什么？在往外上编自己家的黑料，造自己人的谣，毁自家自己声誉。苏建国，你把苏家的脸面扔在地上踩，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我心里没有这个家。我在苏家干了40年，您生病的时候谁跑前跑后？公司最难的那几年谁撑下来的？张盼盼一个外人才回来几个月，您就把家业往他手里塞。我女儿现在还蹲在看守所里，这笔账您不算，我跟他算。你女儿蹲看守所是因为买凶毁人作品，叫嚣犯罪，她自己干的事儿要怪到别人头上。苏建国，你这些年惯着美琪，惯得她无法无天，你以为我不知道？苏建国，从今天起，你被逐出苏氏集团董事会，名下所有苏氏股份由董事会依法处置。来人，请他出去。张盼盼，你夺了我的一切，你不得好死！二叔，是你自己选的路，没人逼你，带走吧。40年了，到头来是这个下场，怪我太由着他了。外婆，您没有错，错的是他自己。盼盼，你做得对，苏家交给你，你有清源看着，外婆放心。强哥，你工钱还压着半个月没结呢，不要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张强，你跑了2次，被抓回来1次，这次又想跑到哪儿去？我什么都没干成，帖子都删了，你报警抓我也没用。我不会报警抓你，我今天来只问你一件事，王丽住院了，你知道吗？尿毒症，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晕过去，邻居发现的。你跑路之后连个电话都没给他打过吧？王丽偏心了你一辈子，把所有好东西都塞给你。你们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甚至连眼皮都没眨一下。结果你跑了，他躺在医院里，连个送饭的人都没有。张强，你赢了什么？你少在这装好人！当年是你把我送进牢里的。我送你进牢里，你忘了你干了什么？偷商业机密，收买清洁工，泼酸水，造谣污蔑，哪样是我逼你干的？那又如何？我当初也是被逼的。你发达了以后帮过我一次吗？拉过我一把吗？但凡你伸过一次手，我至于一步错步步错，我变成今天这样，你张盼盼就没有一点责任。事到如今，你还觉得是别人的错？王丽为了你跪在地上求过我多少次？她自己病得要死了，还在担心你，还求我放过你。你做这些事的时候，想过她吗？那她现在怎么样了？有人给她安排好了医生和费用，死不了。但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就别再折腾了。她这辈子为你操的心已经够多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好自为之吧。苏建国，因涉嫌诽谤罪和商业破坏罪证据确凿，现依法对你执行逮捕。签字吧。我挣了一辈子，什么都没了。外婆，喝茶。盼盼，你做得对。苏家这些年被他掏空了根子，账上亏空的窟窿我补了不少，可越补越空。他要不是在苏家，凭他自己的本事，早就破产了。二叔的事董事会已经处理完了，他名下的股份会逐步收回。我早就知道他手脚不干净，可他是我看着长大的，我总想着再给他一次机会，一次一次给，把苏家都快给没了。盼盼，你知道外婆为什么非要你回来吗？因为我是我妈的女儿。因为你妈的事，外婆亏欠了一辈子。当年她被赵曼抄了作品，被逼离开苏家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替她说话。我那时想着家丑不可外扬，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结果你妈到死都没能回家。你回来之后，我看你做事的利索劲儿，看你面对那些为难你的人时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样子，你比你妈有骨气。她当年太软了，太懂事，什么都自己咽下去。外婆，苏家现在没有别人能接这个担子了，你妈没能接的，你来接。你有本事，你有胆识，你背后还有振东集团撑着，我信你。外婆，您放心，苏家的根我替您守好，我不会让苏家断在这一代。好孩子，你妈要是能看到你现在的样子，她该多骄傲。苏奶奶，您放心，盼盼做事的风格和能力，我在振东看得清清楚楚。苏氏交到她手里，不会比任何人做得差。有你在她身边，我更放心了。外婆，苏氏的账目我要重新查一遍，该清的清，该补的补。你放手去做，苏家交给你，从今往后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今天会议只有一件事，苏氏集团过去5年的财务状况需要重新审计。我已经委托3家独立事务所联合进场。张总，年底刚审过一轮，现在又来，会不会太紧了？年底那轮是常规审计，这一轮是专项审计，两回事。那审计范围包括哪些部门？所有部门。从今天起，财务部、采购部、项目部、品牌部全部配合进场，不接受任何理由拖延。
审计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准备过去5年的全部财务资料，配合不到位的按违规处理。散会。刚才在会议室，你比以前更利索了。怎么说？以前在振东的时候，你开会还会留一点余地，给别人解释的机会。今天你连余地都没给，直接定了调。不一样，振东的时候我是替你做事，出了错有你兜着。现在苏氏是我自己要扛的。扛得住吗？扛不住也得扛。外婆把家交给我，不是让我来守城的。赵叔那边是第一个坎，我要是松了口，后面的人就更压不住了。你刚才说配合不到位，按违规处理的时候，底下那几个负责人脸色都变了。赵叔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赵叔是老资格，他不会轻易配合。接下来几天，他肯定要来找我谈。所以你觉得他会怎么来？先讲情分，再讲难处，最后搬出董事会。我外婆已经告诉我了，他是苏建国的老下属，我不能给他任何余地。你以前在振东遇到这种事还会问我意见，现在全是你自己在做判断。所以你刚才在会议室一直没开口，就是想看看我自己怎么处理。是，我想看看你一个人能扛到什么程度。结论呢？结论是，你已经不需要我帮你兜着了。苏氏在你手里，比我预想的稳。这次又没过，第3版了。主管说风格太飘，不符合苏氏的市场定位。我熬了2个通宵改出来的。主管到底想要什么？全是稳重大气，可我们做的是独立设计师品牌线啊。算了，改就改吧，反正咱们设计部在苏氏就是最没话语权的，永远要替销售部的方案擦屁股。林青、小周，你们那个系列客户还是不满意，趁着今天还有时间再改一版，明天一早交过来。他怎么了？哦，林青啊，他那个设计被客户否了3次，主管让他今天再改一版。什么设计？就是咱们那个新锐设计师联名系列，他提了一个挺大胆的方案，上面觉得太冒险，就让他反复改。张总，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不过还没改完，很粗糙。这个系列你做了多久？断断续续3个月了。但是主管说市场部担心消费者接受不了，所以一直让我压住风格往回收。张总，这个系列的确很有创意，但是苏氏的客户群体偏成熟稳重，我们也是基于市场调研做的判断。市场调研的数据拿给我看。现在，明天上午送到我办公室。同时，林青这一版设计保留原样，不需要再改。张总，您说的是真的？你要走的路是让别人看见你的设计，而不是让别人教你做设计。把这一版重新整理，准备一份完整的提案。下周理事会我替你做评审。外婆，我有个想法。这是今天我在设计部看到几个年轻人，有想法有灵气，但没人敢替他们兜底。我妈在日记里说过，她当年就是这样，设计的稿子全被压着，最后被赵曼抄走。我在想，能不能用苏氏的资源做一个独立的扶持平台？说详细点。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扶持年轻设计师和偏远地区的女童教育。以我妈的名字立名，基金会独立运营，不占用苏氏的现金流，从我的个人份额里出启动资金。你妈当年要是有人替她兜底，也不至于走到那一步。盼盼，你这个想法很好，外婆全力支持。外婆，我想过了，我一个人爬到今天不容易，可还有很多像我当年一样的人被困在角落出不来，基金会给他们一个台阶，哪怕只是替他们挡一挡风也好。好，就按你说的办。名字叫婉晴，你妈在天上看着一定很高兴。你今天说的话有点像当年的自己。什么？你说被困在角落出不来的人，你当年也是，手里攥着一张欠条，大雪天站在公交车站，连个能去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才想让别人少走一点我的弯路。我不可能帮所有人，但能帮一个是一个。所以你今晚给那个设计师的方案过了审，还要在理事会替他做评审。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做起决定来比我还快。走吧，今天太晚了。下周理事会我陪你一起做评审。好。张总，您说要划破2000万成立基金会，这笔钱要从您的个人分红里出，但按照规定，分红要年底结算，现在账上能动用的现金比较紧张。
紧张到什么程度？扣掉运营成本和下个季度的预留资金，账上能动用的现金约摸800多万。陆伯伯当年还我爸根情，打到我账上的那8000万还在，从里面划2000万出来，作为基金会的启动。张总，那笔钱是您个人的，我知道，所以基金会的第一笔资金是我自己出的，去办吧。其实你也可以适当求助我。苏轼是我的责任，不是你的，你已经帮我够多了。你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从我爸让我多照看你开始，我们之间就不存在分你我。我知道，但基金会的启动资金必须是我自己出的，否则以后谁都会说张盼盼办事靠的是陆清源的钱。我要让所有人看到，苏氏的起色靠的是苏家人自己。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开始吧，不用急，按稿子来。各位理事，今天我要汇报的系列叫山雨，灵感来源是苏绣传统山水技法与现代轮廓的结合。好，这个系列苏轼做了。如果各位没有异议，林清的项目从下个月起正式立项。第一批样品费用从晚清基金会的预算里出，不占入苏轼的财务指标。张总，谢谢你，谢谢你。张盼盼，你在这里做事？我帮工，管吃管住。钱荣，碗刷完了吗？发什么呆？你现在过得好吧？我过得很好。那就好。苏氏集团人事部，如果你愿意，可以去做清洁工，有宿舍，工资比这里高。你为什么还要帮我？我把你害得那么惨。我不是帮你，我只是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前是我对不起你心软了？不是心软，我只是觉得以钱荣的性格，接受我的好意比死了还难受。所以你是在惩罚他？你觉得呢？盼盼，你来了。医生说你恢复的还行，再过2周可以出院了。盼盼，妈，我对不起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我到底做了什么？你那么小就懂事，从来不跟你哥争，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那时候还觉得女孩子就该这样，可你也是我养大的呀，为什么就看不清啊？你哥小时候，我总觉得他没了亲爸，我这个当妈的得多补偿他，什么事都紧着他，什么好的都留给他，慢慢的就习惯了，觉得你懂事，你不需要照顾。其实哪里是你不需要，是妈从来没想过你需要。别哭了，医生说情绪波动太大对你身体不好。盼盼，妈不奢求你原谅我，可你得知道，妈现在是真后悔了。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把身体养好，比说什么都重要。王女士的病情控制得不错，后续需要长期透析，但不能根治，最好还是考虑肾源移植。费用方面，基金会那边已经对接好了，移植的费用我来处理。供体匹配那边有进展吗？已经在排队了，目前最合适的配型，最快也要半年到1年。我知道了。不过她的身体状况稳定，等得起。有任何情况及时通知我。去医院了。他怎么样？恢复的还行，等肾源。我以为你不会去。我自己也以为不会去，到了医院门口还是上去了。那就好。他今晚说了很多道歉的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说他后悔了。你打算原谅他吗？谈不上原不原谅，我以为我会一直恨他，恨他这么多年对我的不公平。但现在我才发现，当我拥有的足够多的时候，根本不在乎他爱不爱我，更谈不上恨他了。你只要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好。阿强，妈，我来看你了。你瘦了，你怎么瘦成这样？在外面有没有好好吃饭？吃了，我现在在工地上干活，有食堂，每天3顿。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工地上包吃住，1个月能攒几千块。我打算先干着，攒点钱，等你出院了，我在老家租个房子，咱们好好过日子。好，妈跟你回去。妈，以前是我不对，
以后换我照顾你。下个月振东集团30周年庆典，我爸让你务必到场。陆伯伯每年都办得很大，今年不一样，今年我爸说要正式向外界宣布一些事情。什么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盼盼，你妈当年的那批遗作，我让管家整理出来了，你看看有没有能用的。外婆，我正想跟您说这个。晚晴基金会第一批扶持的设计师作品已经进入打样阶段，我打算在振东30周年庆典上做一次联名展示。好，设计配上年轻人的手艺，这才是最好的传承。那庆典的事我来协调，展区给你们留最好的位置。你刚才不是说庆典上有重要事要宣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陆总，您要的戒指做好了，主钻是苏婉晴女士当年设计手稿里用过的图纸纹样切割的，内侧刻了判字。场地那边呢？山顶庄园已经定好了，这周6晚上，花艺、灯光、乐队全部安排到位。陆董那边也打过招呼了。周5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明白。今晚很漂亮。你今晚也一直在看我，因为怕你跑了。各位来宾，感谢大家莅临振东集团30周年庆典。今晚除了庆祝振东的30年，我还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振东集团与苏氏集团的战略合作，从今天起将进入新的阶段。而促成这一切的是我身边这2位年轻人，我的儿子陆清源和苏氏集团总裁张盼盼。但今晚我要宣布的不只是商业合作。清源，你上来。盼盼，从你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知道这个人，我要陪他走很远的路。你从一无所有走到今天，每一步我都看在眼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最坚韧的人。我没有什么能给你的，只有往后余生。嫁给我好吗？你准备了多久？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在准备了。从此以后，所有的路我们一起走。王阿姨，您看新闻了吗？苏氏集团的张总订婚了。看到了。妈，看什么呢？盼盼订婚了，陆家的孩子。妈，他过得好就行。你说的对，他过得好就行。从小我就没给过他什么好的，如今他靠自己有了好日子，我替他高兴。以前是我混账，以后不折腾了，好好过日子。那就好好过日子。盼盼的事儿，咱们在电视上看着就行。他过得好，比什么都强。20年前，老张救了我一命。今天，我把儿子交给他女儿。老张，你在天上看到了吗？你女儿过得很好。爸，我找到家了。以后每一天都是好日子。